为什么有人宁愿给文化缺陷查粉儿，也不肯直面它的丑？我们究竟是在爱中国，还是在逃避真相？一提中国文化的毛病，就有人跳出来说你在抹黑中国，化妆不是治病，查粉儿盖不住烂疮。我们不是不爱中国，只是不想再替它遮丑。真正的文化自信，不靠遮丑，而靠面对真相。今天我们继续读《丑陋的中国人》这本书。今天读到的是中国文化之抹黑与查粉儿。想听更多的内容，可以订阅我的 YouTube 频道。读完这本书之后，我还会就解读中国文化这个专题去分享更多相关的书籍。我们共同查杀掉自己头脑中的中国文化病毒，在个体精神层面做到文化出埃及，早日跃迁到现代文明的状态。让我们开始吧。中国文化之抹黑与查粉儿，执笔者张少谦先生，文在1985年4月3日至9日洛杉矶论坛报。几个月前，博洋先生在爱荷华州以丑陋的中国人为题发表演讲，在美国华人社会中引起了不小的震撼，到现在仍余波荡漾。2个月来的论坛报上，几乎每期都有1-2篇讨论博洋及丑陋的文字。最近一期上，又读到刘乾敏先生《中国文化不容抹黑》一文，除了指责博洋故意丑化中国文化外，还对国人诸般缺点提供了很多解释和借口。刘先生的大作相当长，足见他很费了一番功夫思索中国文化问题，也处处显示他对中国文化的热爱。刘先生的研究精神和爱心很令我佩服，不过他的很多论点都不是本人所能接受的，现在仅讨论如此。一、刘先生说中国人应先贫而无产，至于富而无骄并非当今急务。于健以为这两种心态有极大的因果关系。倘若有权有钱的人气焰高涨，受人奉承，那么包围他的人一定都是谄媚专家，也就是博洋说的摇尾系统。只是位尊多金之士先懂得尊重朋友，穷朋友才能无产得起。二、刘先生说英国在牛顿时代人才辈出，现在则了无生气。为了看看英国到底风烛残年到什么程度，随手翻一下从1960年到1984年诺贝尔奖得主名单。1960年前，大英帝国风华仍盛，得奖率高不在话下。发现过去25年中，总共有153人得到科学奖，其中英国人占了25位半，刚好是1/6，得奖率仅次于美国。历年来华裔得物理学奖的3位，因为既是美籍又在美国做研究，名单中一不提他们的中国祖籍矣。诚然，一次世界大战后，英国已失去始自牛顿时代的科技前导的地位，但若说他已到了无生气的地步，未免夸大其词。三、刘先生说中国人活动范围局限亚洲一域，对文化发展不利。这种说法真有趣，难道在大量殖民新大陆以前的西洋人活动范围不局限于欧洲一域？中国一国的土地人口都可与全欧洲不相上下，兼之中国历史上有一半时间是大一统局面，不像欧洲中古以后小国林立，国与国之间有语言、文化、政治、宗教等种种隔阂，中国各地之间的文化交流应该更容易才是。但为何文艺复兴、启蒙运动、民主宪政、产业革命通通在欧洲一域产生？在这里加一句，想想上一本书《枪炮、病菌与钢铁》，书中对这个问题有比较清晰的回答。好，继续回到这本书。于健以为中国文化与工艺到了宋代便滞留不前，是由于思想受到理学的束缚。本来自汉代以降，儒学定于一尊，对学术思想自由已有极大妨碍。宋代的程颐、朱熹等理学大师再将儒家范围缩小，认为每个人，至少是每个读书人，都应终身无旁骛，学作圣人。等到理学成为儒学的主流，中国文化中的灵性遂受到了无情的摧残。同时士大夫们为了巩固自身权位，用自由新政划分出士、农、工、商4个阶级，把专业人才和商人的社会地位压到最低。工艺上的发明往往被认为是争银斗巧、雕虫小技，很少得到应有的报偿。在那种社会心态下，才能高的人都想做官，
等而下之的才去经营工商，社会如此轻工轻商，何敢盼望科技工艺有所突破？其实南宋时，中国已初具发展成资本主义社会的条件。倘若当时学术自由，政府奖励工商，产业革命或可能先在中国发生。4. 刘先生问，地处喜马拉雅山路的不丹能像台湾那样发展工商业吗？我的回答是，事在人为。君不见阿尔卑斯山路的瑞士，国土小于不丹，它不但发展了工商业，还能在多种行业中知世界之牛耳。按照刘先生的地缘理论，西班牙、意大利、希腊、埃及诸国均处水陆交通要冲，工商业应该更繁荣才是。为何他们反比不上内陆山国瑞士和真正地处欧洲一域的挪威和瑞典？5. 刘先生认为，中国改变国体政体和经济政策均轻易完成，可证明中国人对外来思想排斥力弱。请教刘先生，前述的种种改变是否经过中国人民全民投票通过，或者由真正民选产生的国会经合法程序通过？如果答案是肯定的，刘先生的论点才站得住。如果这些改变只凭当权者一纸法令，或由御用国会以橡皮图章的方式通过，那只能证明中国缺少民权，统治者用枪杆取得政权后，选任何政体行任何政策均可，不必考虑人民是否同意。文化大革命虽以否定中国传统文化为口号，但它竟然被发动的本身事实，却更可说明中国传统独裁政治的本质和中国人勇于私斗窝里反的习性。因此我仍认为，中国的文化大革命乃是不折不扣酱缸文化的产物，它绝不会发生在重视人权的民主国家。6. 刘先生说，中国人说话嗓门大，是因为汉语一声的音不够，必须靠打手势兼大声说话才能表达意思。刘先生的话若是对的，我们真不敢想象中国人怎样通电话。在不能打手势的情形下，要用多大的声音才能使对方听明白？读者们不妨马上与亲友通过电话，若不需大声也能沟通的话，刘先生的理论便缺少说服性。于健以为，中国人缺少会议程序训练，不懂得尊重别人发言，往往不等对方讲完便开始反驳他的论点。这种中途打断别人的现象，在一般社交谈话中也经常发生。由于大家争着发言，所以才必须大嗓门。7. 刘先生花了很大篇幅想说明中国交通乱，是因为中国人在练车场上学驾驶，不及美国人在马路上学驾驶来的实际有效。因此中国人虽考到执照，仍将马路当成练车场，开车横冲直撞。我虽对台湾练车场教学情形不甚了解，但想象中练车时用喇叭的机会不多，也不会遇到斑马线不让行人，否则大概通不过执照考试。可是一上了马路便猛按喇叭，还不尊重斑马线，愿刘先生有以教我。以上是个人对刘先生大作的几点读后感。刘先生说博洋在抹黑中国文化，我则认为刘先生在替中国文化的污点查粉。不过无论是强调我们文化的缺点，或是替他闻过是非，我都相信作者的动机是纯正的。因此对刘先生说博洋产外这一点，认为不但有伤忠厚，而且不合逻辑。博洋若是谄媚之辈，他谄媚的对象也应该是国民党，而非杨大人。以博洋之才，何其与救国团的渊源？在这里补充一点背景知识，博洋曾担任救国团旗下青年写作协会总干事。若博洋肯稍稍奉承当局，可能早已成政坛红人矣。博洋却宁可写以抨击时弊的杂文为生，以致触怒国民党，身陷囹圄9载。有如此情操的人，也许会骄傲，但相信绝不会谄媚。不知刘先生以为否？好，今天的读书分享暂时到这里。今天我们读了中国文化之抹黑与茶粉这个小专题，期待在下一次的读书分享中与你再相逢。